如果你打算给 AI 智能体训练物理模拟或者桌面操作能力，别急着去堆显卡，烧那些贵得吓人的多模态大模型。现在有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子，能把预训练的算力成本直接砍掉 96%。没听错，就是只用1/27的算力办一样的事儿。这套方案直接用极低的资源消耗撕开了物理世界自监督模拟的口子。这就是 Induction Labs 刚推出的 Photon One 想象力模型，它和市面上那些死磕像素生成的视频大模型完全不是一个路数。它通过直接观察屏幕视频来学习，但它的核心是不生成任何像素，而是隐式的去理解交互逻辑和物理规律。说白了，它是在脑子里模拟变化，而不是在画布上画画。Induction Labs 拿它做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就是模拟台球的碰撞运动。在完全没有物理公式，也没有任何动作标签的情况下，他们只用了10000场合成的游戏视频对 Photon One 进行微调，结果模型硬是只凭眼睛看就学会了预测复杂的台球轨迹，最后跑出来的物理模拟效果甚至砸了传统物理引擎的饭碗。这一手确实漂亮，这玩意儿能直接操控电脑吗？能，而且它省算力的绝招全在底层的差分潜在编码器上。传统的视频模型之所以重，是因为他们在逐个像素的死磕每一帧画面，而 Photon One 只对2帧画面之间发生变化的差异进行快照建模，把冗余的信息全部扔掉。这种只抓变化的操作带来了极其夸张的压缩比。官方给出的数据显示，相比于主流的 OCR 或者普通多模态表示方案，它的视觉数据压缩率直接提升了100倍以上。原本称爆显存的视频流被它精简成了只有960个潜在 token 的超轻量数据块。数据瘦身了，模型运行自然就飞起来了。跟普通的端到端模型有啥本质区别？普通模型是在像素层面做预测，而 Photon One 采用的是 106B 参数的稀疏 MOE 架构，每次跑起来只激活其中的5B 参数。它的预训练本质上是一个时序序列补全任务，强迫模型在前空间里去预测下一个状态表征。在这个过程里，模型自己就在脑子里逼着自己建立起了一套物理和界面逻辑的世界模型。没标签怎么保证模型学到的是正确的动作？拿它跟 OpenAI 经典的 VPT 视频预训练模型比一下就明白了。VPT 想要学控制，必须外挂一个昂贵的逆动力学模型来给视频一帧一帧的标注动作标签，而 Photon One 是敌甩掉了动作标签这个包袱，它不关心按键动作，只盯着画面状态的转移，直接在前空间里无师自通。这种架构上的偷懒在账单上体现的最明显。Photon One 预训练仅仅消耗了 0.044， 它实时24 FOPT 的算力。作为对比，之前频道里聊过，定位类似的 Gemini 3.1 Flashlight 预训练消耗了 1.2， 它时24 FLOPT。 在预训练算力这一块， Photon One 只有对方的 3.6%， 省下来的全是真金白银，不仅训起来省钱，用起来也便宜的像不要钱一样。Photon One 每100万 token 的推力成本被压到了 0.11美元，而 Gemini 3.1 Flashlight 跑同样的量需要 0.36美元，直接把行业基准价格打到了1/3，这性价比确实有点不讲道理了。账就这么简单。Induction Labs 甚至连部署的盈亏平衡点都算得清清楚楚，在自家硬件上跑，只要输入成本控制在每100万 token 0.06美元，输出在0.60美元，就能实现盈亏平衡。这直接给很多想做端侧智能体或者私有化部署的团队提供了一张明明白白的财务报表。不过这里也要说句大实话，这套方案不适合所有人，因为 Flash Token 多的核心是做决策和状态预测，而不是做像素生成。如果你非要在屏幕上看到精美连贯的视频画面，你就必须额外挂载一个辅助的图像生成模型来做可视化。个人开发者如果只是想做视频生成，这波可以先不追，但对于做智能体和物理仿真的同行来说，这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信号。它证明了你完全可以把核心决策逻辑与像素生成进行解耦，用极低的算力去换取对物理世界和数字界面的深度理解。往后走，世界模型的研究可能不再是科技巨头垄断的烧钱游戏了。如果你正在开发需要频繁与屏幕交互的自动化工具，不妨去关注一下这种差分状态预测的新路子，没准能帮你省下大笔的算力开销。